我带着120万积蓄回老家建房，却在办手续时遭遇邻居故意刁难，他们以破坏他家采光和财运为由，拒绝签字，并扬言就算我给他们100万，都不可能同意我家建房。有才叔吴婶，我家这老房再不重建就要倒塌了，麻烦你们签字同意一下吧。陆长风，我是不可能同意的，你家盖新房要影响我家的财路和采光。没错，你们家就死了这条心吧，就是给我100万，我们也不会答应的。既然不让住活人，那我只好把太爷太奶请回来了。就在1周前，陆长风带着多年积攒的积蓄返回了家乡，打算拆掉老房，为父母盖一栋2层小楼用来养老。爸妈，咱家这老房太久了，我带了120万回来，今年重新帮你们盖一栋新的。娃，你在城里有房子，以后也不回来，这老房我和你妈将就住吧。你爸说的对，别浪费钱，这房子屋顶翻一翻还能住。不行，你们二老年龄大了，万一翻屋顶摔着了怎么办？这件事我做主了。陆父仔细想了想，扭头对林红梅说道：他娘，城里咱们又住不惯，现在儿子出息了，要不就听他的吧。逢年过节可不能让媳妇孙女回来受委屈。可是要花那么多钱呢，这可不是个小数目。钱的事儿你们别担心，我早就准备好了，1分钱都不用出去借。那行，都听你的，明天我就带你去村上提交手续去。行，那咱们先出去看看怎么规划。我觉得不用建太好，就像你张婶和有才叔他们这种的就可以了。他们这种造型早就过时了，很多材料估计现在都买不到。我要建那种带院子、有大阳台的现代风格。对了，爸妈，你们有什么要求？我需要一个工具房，放我的那些木工工具。我没啥要求，灶房旁边建个猪圈就行。好，都没问题。第二天一早，父子俩带着相关证件直奔村委会，开门见山地向村长说明来意。小陆现在出息了，都能回家建房了，一年在外面挣不少吧？村长，您说笑了，我这也是辛苦钱，就想让爸妈老年住得舒服一点。村长，这是我们的证件，您看盖新房的手续估计多久可以下来？手续你不用担心，下来的很快，就是有一个情况要给你们讲一下。现在新盖自建房除了村委会批准，还需要左邻右舍签一个同意书。签同意书为什么？防止邻里纠纷。去年镇上就有2起因为建房的事闹上了法庭，无非就是地界风水无严遮挡这些问题，所以现在必须要这个同意书才能动工。你的意思是，就算有了手续，没有同意书也不能动工，是吧？没错，我只有拿到这个同意书，才敢把资料递交上去。你们家就只有陈老汉和钱有才这2个邻居，一会儿功夫就办了。行，那我现在就回去找他们签字，麻烦您了，村长。回家的路上，陆平东心里盘算着，老钱家和老陈家都是多年的邻居，虽然不算多亲近，但也没红过脸，签字应该不是什么难事。哟，长风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吃饭了没？我让你家婶子给你做。昨天晚上回来的，已经吃过了陈叔。我和我爸来，想跟你和婶子商量一件事。来就来，还带什么东西？说吧，什么事？是这样的，陈叔，我想把旧房拆了，盖个新房。村长说需要邻居签字同意才能动工，所以……没错，老陈啊，咱们这么多年邻居了，这个忙你可一定得帮我。帮，肯定帮，这才多大点事。长风来了，你家要盖新房啊？是的，张婶，主要这房子太陈旧了，我爸妈以后住着也不放心，所以想干脆拆了重新盖一个。盖新房好，你们家那房子确实该拆了，以前刮风下雨，屋顶的瓦片到处飞，早就该重新盖了。没错，那就麻烦陈叔在这张同意书上签个字就行了。还不快签，别耽误孩子的事。这就签，这就签。那什么小陆啊，你盖房的时候需要短工，尽管叫我。叔别的本事没有，就会点力气活，凑合给点工钱就行。没问题，等动工了，我第一时间叫你。把这个拿回去，签个字，还是给啥东西？邻里邻居的，那不让人笑话。张婶，您留着喝吧，往后还少不了麻烦您和陈叔的。这孩子，第一家顺利签完字，陆长风父子俩带着另一箱牛奶去了右边的邻居钱有才家。谁知说明来意后，对方竟然当场变脸。什么？你们家想盖新房啊？那可不行，我们不能签这个字。要是你们盖了新房，肯定会影响我们家的财运和采光。我回老家给父母建房，邻居却以破坏采光和财运为由拒绝签字，千方百计地阻止我家盖新房。陆长风，你家盖完新房，我家的房间还有采光吗？那不全是黑屋了。有才叔，你放心，我会请专业的施工队，在我家的地界让出2米采光镜，肯定不会影响。不行，你家一动土，我家的财运也跟着动了。这个字我们肯定不会签的，你们回吧。老钱，秀芬妹子，咱好歹也是住了几十年的邻居，你家当年建房，我们可啥也没说，还提供了不少方便。现在轮到我们家了，就不能通融一下吗？以前是以前，现在是现在。我说长风，你在外面也买了房子，干脆把你爸妈接到城里去住啊，还守着这破地方干啥？没错，陆老哥，不是我们俩故意为难你们，实在是对我们影响确实太大了。你们不为自己考虑，也得为我们想想吧。吴婶，话可不是你这么说的。首先，我是在自己的宅基地上盖房，跟你们1毛钱关系也没有。其次，老家我也不能丢，我爸妈愿意在哪里住就在哪里住，那是他们的自由。这个字你们就是不签，我也要盖。那你还找我们做什么？反正你们就死了这条心吧，我们是不可能签字的。话说到这个份上，陆长风知道再聊下去没有任何意义，带着父亲转身离开了钱家。可刚一出院子，就听见身后传来声音：有几个臭钱了不起了？老娘就是不给你签字，看你们能怎么样？只要他家建不了房，旧房塌了，早晚搬城里去。他这地咱们也能利用利用了。
这块地只要他家一撒手，咱们说不定还能扩几间屋子呢。父子俩垂头丧气的往回走，还没进屋就碰到隔壁的陈老汉走了过来。怎么，钱家没给你们签字吗？没签，他们说我家建房要影响他们的财运和采光，死活不同意。鬼扯呢！就他家那财运还需要影响？那个吴秀芬是啥样人，大家都清楚，就是眼红你家长风在外面挣了钱。我还以为都是邻居不会计较这些，没想到你是不知道，他家那娃一直也没个稳定的工作，前2天还打电话回来要了1000块钱，说是交了个女朋友。明天再去找村长问问，还有没有别的办法。他家不签字，我们也不可能一直不见。要不这样，你们请他们去镇上下顿馆子，再好好说说，说不定就松口了。行，多谢陈叔了，或许是咱们的诚意不到，明天我们再去努努力。第2天，陆长风带着父母再次来到隔壁钱家，吴秀芬顿时沉下脸来。老陆，你们怎么又来了？这个字我们说不签就不签的。秀芬妹子有才，我们不是来逼你们的。昨天他们父子俩可能也没把话说清楚，今天就是想请你们去镇上吃顿饭。咱们都是老邻居了，有话可以好好说嘛。不是我们不想签，实在是确实对我们家有影响，饭就不必去吃了。这件事也没啥好说的，要不就去看看，听听他们怎么说。拿人家手短，吃人家嘴软，这是鸿门宴，你看不出来吗？反正我们的态度就是这样，你们就死了这条心吧。我说秀芬啊，话也不用说的这么难听吧，这抬头不见低头见的，要不是村上出了这个政策，我们也用不着低三下四的来求你。随便你们怎么说，反正我们不同意。钱有才，吴秀芬，我看你们就是眼红，跟你们做邻居真是倒了8辈子霉。妈，算了，跟他们没得谈。第2次沟通还是以失败告终，一家3口垂头丧气的坐在自家破旧的客厅里。林红梅突然朝儿子说道：长风，要不这房子咱不盖了，就这样住吧。不行，房子必须得建，我这次回来就是专门办这件事的。这家子欺人太甚了，要不是顾忌是邻居，我早就跟他们干起来了。爸，你先别动气，这件事交给我来处理。长风，你想干什么？可千万别胡来啊！放心吧妈，我自有办法。陆长风来到自己房间，立马给钱有才的儿子钱小军打了个电话过去，并将这2天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他。小军，咱们都是从小玩到大的，你看能不能找你父母说说，把字帮我们签了。长风，我父母的性格你也知道，认死理。我一会儿打电话回去问问吧。那就拜托你了，过年回来一起喝酒。岂料半小时过后，钱小军的电话回了过来。长风，对不起，我被我妈骂了一顿，说我胳膊肘往外拐，不帮自家人。他们说你们这辈子也别想在这里盖房，除非他们死了。长风，对不起，我妈不同意你家建房，还把我骂了一顿。怎么会这样？你也知道我的情况，这些年也没挣啥钱，还从家里拿了不少，所以我也无能为力了。你现在在哪上班呢？收入怎么样？还是老地方，以前刚够自己花，现在找了个女朋友，每月还得倒贴进去。哎，不说了。陆长风失望地挂断电话，没想到找对方的儿子也无济于事。在农村，有时候一堵墙比一座山还难翻。第2天一早，陆长风再次来到村委会，找到村长刘建国，希望他能从中斡旋一下。长风字都签完了吗？没呢，陈叔家签了，钱家死活都不签。我只是想给我爸妈盖栋房子而已，怎么就这么难？你说钱有才那家是吧？正常，这像他家能干出的事。可长风跟他家是邻居，不至于吧？你是不知道，那女人轴得很。上次我说从他家田里借一点水，我从上面的田里再还给他，就这么路过一下，死活不同意。2口子晚上轮流守在田坎上，就怕我偷他的水，真是可笑。还有这事，这种事多了去了，不管他有没有损失，反正你一点方便也别想得到。长风，那估计你家这房很难建成了。所以我来找村长，看能不能不签字。好话歹话我也都说尽了，这个我也没什么好的办法。他家不同意，我也不能逼着人家签。要不这样，你拿2万块钱，我亲自出面再帮你去说说。谢谢村长，只要能用钱解决，我都没有问题。一会儿我就取来给你。当天下午，刘建国带着2万块钱来到了钱有才家，并当着2口子的面把钱放在了桌上。这是长风托我给你们的，人家也只是想给父母建个房，要不你们就答应了吧。2万块钱可不少，这是下血本了。村长，这算什么意思？你以为我们不签字就是为了钱？那不然呢？你们2口子是啥人，我心里还不清楚。都是邻居，别闹得那么难看。话可不是你这样说的。他家建房要拆旧，还要动地基，谁能保证不影响我的房子？本来我们家这几年运气就不好，他这一动，我们家就更没财运了。这不是2万块钱能解决的事儿。5万，你让他拿5万，我们就同意。5什么万？你掉钱眼里了是吧？村长，你把钱拿回去，别说是2万了，就是100万，我们也不会同意的。行吧。话我是带到了，先走了。刘建国带着钱转身来到了陆长风家，把钱交给了他。屏东长风，我尽力了，他们还是不同意。这家人怎么能这么不讲理？我们都已经做到这个份上了。哼，他们就是见不得别人好，说那些话全都是借口，咱们的梁子算是结下了。对了，村长，这个签字的政策到底是谁定的？我在网上看，其他地方都没有。镇上下来的就是这个规定，其他地方我就不知道了。我算是明白了，
他们就是怕麻烦。既然你们铁了心要阻止我盖房，那我只好用我的办法了。希望到时候你们不要后悔。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1周，陆长风家的新房也迟迟没有动工。吴秀芬像是打了胜仗一样，到处跟人宣扬。有些人挣了俩钱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，想盖个房子压我一头，这辈子我都不能让你如愿。你们是邻居，这么做恐怕不太好吧？再说是人家自己的地，邻居怎么了？邻居就应该自己吃亏，让别人好过吗？反正我也不求人，别人方不方便跟我1毛钱关系都没有。秀芬姐，你说的对，我要是你也不会同意他们盖的。这个字要是签了，将来后悔的时候都没有。我说秀芬妹子，你们家这事儿做的确实不地道了。人家长风盖房子，一没占你家地，二没欠你家钱，凭什么拦着人家？都是几十年的邻居，何必搞得这么难堪？老陈啊，我还没说你签字同意的事呢。他家盖房，到时候把你家财运挡了，有你哭的时候。少拿这个说事，就你家那财运还用影响吗？你这种人就是见不得别人好，把周围的邻居全得罪完了，等你老了也有你哭的时候。陈老汉，你给我听着，老娘的事儿用不着你来说三道四。我把话放在这里，他们家要是敢动工，我就敢躺在推土机面前。很快，陆钱两家因为盖房这事闹得人尽皆知，大多数村民都站在陆家一边，背后指责吴秀芬两口子这事做得绝。钱有才有些心虚的和吴秀芬商量，当家的，要不咱把那2万块钱收了，把字给人家签了吧，外面骂得太难听了。怎么这么几句话就受不了啊？他们爱说让他们说去呗，你又少不了一块肉。可是这以后咱们怎么能抬得起头来啊？咱小军也到结婚的年龄了，谁会来帮咱们？我不需要谁帮，大不了请一条龙呗。钱有才，你是不是忘了？小军结了婚，正好利用那块地扩个几间房，这是2万块钱能解决的事吗？这个字肯定不能签，外人爱说就让他们说去吧。行吧，听你的。对了，小军刚才来电话了，说过年会把女朋友带回来，对方父母可能也要一起来认认地呢。你说的是真的？那可真是太好了，签字的事儿你就听我的吧。陆平东盖不了房，迟早跟他儿子搬城里去，到时候咱们就眼不见心不烦了。又过了1周，陆长风本以为事情仍有转机，没想到对方反而是变本加厉，不但拒绝签字，还在村里到处说他们家的坏话，什么陈芝麻烂谷子的事都扯了出来。爸妈既然钱家要这么绝情，咱们也别跟他客气了。对，要以我年轻时候的脾气，我早就想对他们不客气了。长风、平东，你们想怎么做？别干出什么出格的事情啊！放心吧，妈，这件事你就听我和爸的吧，我们自有分寸。陆长风带着父母来到了自家祖坟跟前，当即说出了自己的想法。爸妈，我打算把旧房拆了，把太爷太奶的坟迁回去。既然他们把事儿做这么绝，就别怪我以牙还牙了。我同意。那吴秀芬不想让我们好过，那就谁也别想好过了。反正地是我们的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没错，既然不让住活人，那我只好把太爷太奶请回去了。可是老房拆了，咱们住哪儿啊？这段时间你们先跟着我去城里，正好陪陪你孙女。我到时候把情况说明递上去，再用分户的户口重新申请一块宅基地。见父母同意，陆长风立马联系了挖掘机，第2天就把自家老宅拆了，然后选了个好日子，直接把太爷太奶的坟迁了回去，紧靠着钱家的地界。这长风怎么把祖坟迁回来了？他到底要干啥？这还不明显吗？明摆着膈应人家钱有才两口子干得漂亮。这下可有好戏看了，也不知道吴秀芬从娘家回来看了会不会发疯。活该，他这样的人就应该这样收拾。长风这小子真有种。第2天，钱有才两口子从娘家回来一看，隔壁陆家的旧房突然没了，还多了2座祖坟，而陆长风一家已经不知所踪。这个天杀的陆平东居然把坟迁在我家门口，简直是欺人太甚。欺人太甚的是你们吧？人家平东也是被你们逼得没办法了，不然谁愿意干这种事？我才走几天，他们什么时候迁的？没经过我们同意，真是太过分了。那是人家的地，迁坟又不违法，也不需要签字，为什么要经过你的同意？他把坟迁在这里，我一开窗就能看见，也不考虑我们的感受。我要去找村长，让村长主持公道。吴秀芬还没进屋，就带着怒火来到了村委会，但却被刘建国一句话堵住：你们早干嘛去了？当初不为难人家，顺利的签完字，哪至于闹成这样？我也没办法。村长，我从没见过这样欺负人的，把坟迁人家家门口，谁看了不膈应？这件事不能就这么算了。那是人家的地，我也管不着。不过我提醒你们，可别胡来啊，千万别动人家祖坟的心思，不然那性质可就不一样了。村长，这件事真的没办法了吗？我承认我们当时的态度有点强硬，但他们也不至于这么对付我们吧？那都是你们自己做的，怪不了别人。行了，我还有事，你们回吧。吴秀芬回家后差点被气晕过去，在自家院子里大骂了3天3夜，但也不敢做些什么。很快3个月过去了，他们也只能接受这一无奈的事实，而陆长风则带着父母在城里居住，一直没有回去。爸妈，听说那吴秀芬在家里都快疯了。活该，疯了更好。对了，情况说明和手续我已经递上去了，咱们家在村里还有几块地，到时候选一个更好的位置盖新房就行。可是每家也只能有
一块地，这样能行吗？那还不简单，我把户口分出来，以我的名义盖就行了。再说咱们老宅已经拆了，上面不可能不给解决的。行，咱们就不惦记那块老宅地了，往村口挪几百米，位置好，而且还向阳。就在此时，钱有才的儿子钱小军带着女朋友回村了，对方的父母也在，可还没进院子就突然停下了脚步。叔叔阿姨，这就是我家，咱们快进去吧。等等，小军啊，你们这旁边怎么有2座坟？以前应该是1座房子吧？还真有2座坟，看着怪瘆人的。钱小军，我记得你跟我说你隔壁是一个姓陆的邻居吧？这也太不吉利了，会不会是别人家整你们，故意把坟迁来的？叔叔，我也1年没回家了，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。咱们先进屋，我妈肯定知道。在门口停留了片刻，一家3口这才跟着钱小军走进院子。吴秀芬2口子非常热情地迎了上来。亲家一路上辛苦了，快进屋里坐。先别这么叫，孩子们还没结婚呢。刚才在门口，我看隔壁有2座坟，像是刚迁来的。请问这是？你说那个呀，那家人不在这里住了，谁知道他们为什么把坟迁来？咱不用管他们。可是这房子怎么能跟坟挨那么近呢？一出门就能看见。我女儿从小就胆小，这多不吉利。这房子怎么能跟坟挨那么近呢？还是2座，太不吉利了。叔叔阿姨，这种情况在农村太常见了，其实不用在意的。不对，我看那房子像是刚拆了不久，坟也是才迁过来的，就靠着你家侧面的窗户，肯定有别的原因。就在此时，隔壁的陈老汉闻着声突然走了进来。哎呦，这是有客人呐！陈老汉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家今天有客人，没工夫跟你瞎扯，你快走吧。我说吴秀芬，亏咱还是邻居，进来坐坐都不让吗？陈叔，他们是我女朋友的爸爸妈妈，第一次来我家，你知道这旁边的坟是怎么回事吗？小军啊，你父母在家做的好事，你让他们给你解释。我们做什么了？我们什么也没做，你可别胡说八道啊！这位大哥，我女儿将来是要嫁过来的，能不能请你告诉我们真相，这样心里也好有底。于是陈老汉把钱有才2口子怎么拒绝签字和陆长风家引发的矛盾，再到对方逼不得已迁坟的事说了出来。柳父和柳母顿时大吃一惊，没想到还有这样的事，真是太让人吃惊了。女儿，咱们走吧，我是不会让你走进这样的家庭的，这个婚我们不同意。亲家别呀，那都是误会，我们会想办法让他们把坟迁走的。行了，我们都是农村人，你这样的人我们见多了，条件什么的都是其次，做人做成你们这样，谁敢把女儿放心的交到你家？走，女儿。小军，对不起，我也觉得你爸妈这事儿做的不妥，这跟你之前和我讲的完全不一样。咱们分手吧。说罢，柳父柳母带着女儿头也没回的直接走了，任凭钱小军一路追到村口，对方也不肯回头。陈老汉，你个杀千刀的，让你胡说八道，你把我们可害惨了。自作孽不可活，我告诉你吴秀芬，他们怕你，我可不怕，并且我说的都是事实，就是我不说，别人也会说的。对，你别走，赔我儿子的婚姻。这下你们满意了吧？就因为不给人家签字盖房，人家把坟立这儿了，我女朋友也没了。我没想到会闹成这样。知道外面的人怎么说我们家吗？脊梁骨都被别人戳断了，还在盘算着自己心里那点小九九。我就想知道，和和气气的让人家把房子建了，到底影响你们啥了？小军，我们做这些还不都是为了你吗？吴秀芬2口子被儿子骂得哑口无言，心里又悔又恨，当初因为自己的固执酿成大错，现在后悔也已经为时已晚。这个家我也待不下去了，你们不怕被人说闲话，我还怕呢。小军，你要去哪里？回上班的地方，没啥事儿，我不会再回来了。你别走，回来。婚事告吹以后，钱家彻底乱了套，钱有才每日唉声叹气，门都不敢出。吴秀芬每天从窗外看着隔壁的祖坟，精神越来越差，人都要被逼疯了。最后2口子带着礼品连夜来城里找我。屏东嫂子长风，我们是来给你们道歉的，之前是我们不对，不该故意刁难你们。因为这个事，我儿子的婚事也黄了。村里人到处说我们的闲话，我们确实知道错了，求你们把坟迁走，我们马上签字同意你们盖房，好不好？早知如此，之前干嘛去了？不是说给100万都不同意的吗？那是我们糊涂，远亲不如近邻。我现在彻底明白这句话了，求你们高抬贵手，把坟迁走吧，房子你们想怎么盖都行，我们绝不拦着。当初我们那么低三下四的去求你们，你们又是怎么对我们的？迁坟是不可能的，房子我们也不盖了，你们走吧。别这样，长风，咱们还是邻居，这样吧，你们迁坟的所有费用都由我们出，只求你们高抬贵手，饶了我们吧。不可能，你见过在坟址盖房的吗？走吧走吧，再不走我叫保安了。说完，我让父母进了屋，反手关了门，屋外2口子只好失落的走了。后来听同村的人说，钱小军这1年都没有回家，他爸一下老了许多，他妈也精神失常越来越严重，但这又关我什么事呢？长风，你申请建房的事儿上面有回信没？有了，他们过2天就会下来了解情况，如果情况属实，这个签字的规定可能会直接废除，以后建房只需要签一份责任保障认定书和购买一份保险就行。那可真是太好了。看来对父母来说，城里再好也不是家，他们还是想回去。几天之后，陆长风来到村委会，当着村长和部分村民的面，向下来了解情况的人一五一十地说明了来龙去脉。村长，长风递上来的资料我们都看了，他说的这些都是实情吗？没错，
事实就是这样，我们也是无能为力。领导，我没有别的诉求，只希望用我的户口重新申请一块新的宅地，为我爸妈建一栋养老小房。这是你的权利，不过能不能在原址上修建呢？原址恐怕不行了，一是我们家和钱家的矛盾，二是我太爷太奶的坟已经迁过去了，不宜再动。确实是这样，我们这有个风俗，老坟确实不宜多动。我看他们家在村口不远处还有一块荒地，可以迁到那里去建。既然这样，那就劳烦村长把那块新地的尺寸量一下，按照规定进行划线，以人头为单位规划面积，到时候带上相关手续，直接上县里办手续就行。那就多谢领导了。对了，现在还需要签字吗？不用了，其实需要邻居签字，也只是为了促进邻里和谐，以防发生不必要的事端。但这不能成为个别邻居刁难人的工具，以后不管谁家建房都不用邻居签字了，只需要签一个责任保障认定书，再给施工队买一份保险就行。早这样就好了，不然我们的工作也很难做啊。办齐所有手续后，我立马带着父母回了老家，开始筹备建房事宜。长风，有需要陈叔帮忙的，尽管开口。没问题，以后少不了要麻烦陈叔和沈了。对了，你家新房不是盖在原址吧？地方选好没有？选好了，就在前面200米处的那块荒地，那里更方便一点，地势也更好。那个位置不错，向阳还不用跟钱家人挨在一起。我家要继续建房的消息迅速传开，村里不少人都很乐意过来搭把手，工程顺利展开。而钱家确实彻底陷入了绝境。吴秀芬两口子看着隔壁我家的祖坟，又想到儿子的婚事告吹，每天都陷入了无休止的指责和争吵。这天下午，钱有才突然找到我，长风，我想求你一件事儿，你看你家也重新找地方盖新房了，我想求你把坟迁走行吗？你秀芬婶真的受不了了。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之前不是告诉过你们了吗？这坟不可能迁。算我求你了。自从这事儿之后，小军再也没有回来过了，到现在还在怪我呢。那就跟我更没关系了，多的话我也不想说了。要不是因为你们，我家也不至于把房子盖在这个地方。为了这个事儿，我父母也不知遭了多少罪。你们有考虑过我们吗？好你个陆长风，你不给我们留活路，你也别想好过。我就不信你能顺利的把新房盖好。随便你想干嘛，我都奉陪。长风，那钱有才过来找你干什么？没干什么，威胁我们家住不上新房呢。他不会想搞什么破坏吧？咱这房子才刚把地基打好。不怕，反正我在四周安装了监控，我就不信在咱们眼皮子底下他能干个啥。第二天晚上，钱有才果然趁工人们离开，偷偷进了工地。我从摄像头上清楚地看见他将屋里堆放的水泥全部掺了水，还把刚拉好的线管全部剪断，最后扬长而去。这个钱有才真是丧心病狂，儿子咱们怎么办？爸，你别担心，我已经报警了，肯定不能轻易的算了。至于破坏的损失，也全由他承担。幸亏你安装了摄像头，不然出了事儿，我们还不知道是谁干的。当天下午，我戴着帽子找上了门，谁知他却死活不承认。你凭什么说那是我干的？谁看见了？你把他叫出来呀！监控里都有记录的，我已经交给帽子了，还想抵赖？你居然装监控！现在盖新房都必须装监控，否则出了事怎么办？我真想不到你们是如此的丧心病狂。有什么话你就跟帽子说去吧。钱有才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你们别把人带走，我们赔钱。钱是肯定要赔的，但他蓄意破坏他人财物，已经不是只赔钱这么简单了。我们还将对你追究刑事责任。跟我们走吧。最后，钱有才被帽子带走，并赔付我所有材料的损失。这下吴秀芬算是彻底没了主心骨，整个家也彻底垮了。半年过后，我家的新房终于竣工。为了庆祝，我特意摆了6桌酒席，请所有帮忙的村民吃饭。这些日子真是谢谢大家了，帮了我们家不少的忙。以后有需要我帮忙的，尽管开口。哪里，我们也没帮什么，是你自己有出息。这房子可真气派，等过2年挣了钱，我家也把老房拆了，也盖一个。人家长风可是在外面挣了大钱了，盖这个房子1分钱都没欠，真是佩服。看着村民们说说笑笑，陆平东两口子脸上也露出了发自内心的笑容。今天终于如愿以偿的住上了新房。平东，你听说了没？那个吴秀芬好像真的疯了，前几天还光着脚在村里到处跑。他疯了关我们什么事？那是他自找的。没错，活该。不过爸妈，我思来想去了很久，要不我们还是把太爷太奶的坟迁走吧。我不是为了钱家，是为了陈叔。老陈对咱们确实不错，这2年帮衬了不少。我们跟钱家那都是老一辈的恩怨，确实没必要牵扯到下一代去。行，那块老宅地以后就做个围墙，也不盖房了，直接送给陈叔他们家种菜吧。你们觉得怎么样？你们拿主意吧，我没意见。我也没意见。太爷太奶又得让你们搬家了，但这是最后一次，我保证新地方很好，能看到整个村子。陆长风将原来的老宅变成了菜地，直接送给了陈老汉他们家种。得知这一消息的钱小军从外地发了条信息过来。长风，虽然我妈现在已经疯了，但我还是要说一声谢谢。我知道那都是我妈他们自找的。别说这些了，那都是上一辈的事，已经过去了。他娘，你快出去看，陆长风他们家把坟迁走了，现在是块平地了。迁了好，迁了好，迁了我就可以住在里面了。自作孽不可活，